我今天来到了 Web 前端技术场，然后我理解知识图谱跟那个 Web 还是有很多相似性的。第一个就是，那个知识图谱它也是，知识图谱讲的是做数据的一个标准化，像 Web 的话，更多的会做很多的这种交互层的一些标准化。这第一，第二，那个知识图谱也在跟 W3C 做合作，去尝试，包括以前 RDF 的，后面我们也有机会去推进新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事情。对。那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下一代知识图谱语义增强的图。OK，我今天分享大概会分成4部分。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当前知识图谱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境。第二点就是我们结合着企业级的知识图谱的应用来讲一下我们在业务中的一些痛点。第三个就会介绍一下我们结合着企业级的应用，我们怎么样去构建知识图谱的一些能力的。在讲之前呢，我们还是简单了解一下，就是什么是知识图谱，包括知识图谱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发展。知识图谱其实它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从早的 Linked Data 包括语义网，然后真正知识图谱火起来应该是在2012年 Google 重新提出来，他觉得说知识图谱它通过这种点边互联的方式，从公网去爬取数据，它能够去有效提升搜索推荐的一些体验。所以说从2012年提出知识图谱之后，它更多的是用在搜索推荐的场景，我从公网里面去爬取学数据，去做百科类的人物类的这种知识问答。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像百度了 Google 了都对知识图谱有比较多的应用，但那个知识图谱它更多的是抽取以这种头部的知识覆盖解决头部用户的需求为主。然后到2018年以后呢，知识图谱的发展也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从早期的3组的形式，他发现我可以用图的方式去做知识的标准化，同时解决领域知识管理的问题。在这种里面的话，就是说它可以用到像风控的场景、金融的场景、能源的场景。我怎么样通过这种知识的互联去解决长尾知识发现的问题？比如说我在风控里头，我去发现某一个人是否是涉黑的，是否是洗钱的。所以说它的整个用户目标的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早期的头部知识的覆盖和头部用户满足，到了一个长尾知识覆盖和长尾知识的满足。在这里面的话，就会牵涉到是说我如何将领域知识给管理起来，以及我如何将领域的专家经验管理起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的整个知识的一个载体就变成了是领域的一些事实知识和专家经验。再往后面的发展的话，就是包括2021年的时候 ，Data Fabric 也发布了一个报告，说知识图谱是下一代数据管理范式。像 Neo4j 的话也说，图加语义它是下一代知识图谱。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说，把知识图谱真正用在工业级的场景里面去，真正是解决数据标准化的问题。第二点呢，就是今年其实前面像郭阳老师也讲到，像 Web GPU，其实大家核心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说，就是我们大模型的轻量化，大模型的一个端云的结合，其实都是想去促进那个大模型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有效落地。所以说未来呢，这大模型的一个轻量化也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我们要降成本，同时保证它的一个可信可控。另外一个视角呢，就大模型也需要做知识的外挂，就是我们大模型不可能学习到人类所有的知识，不可能学习到所有领域的知识，就是包括我们的整个算力和成本上可能也是不支持的，至少基于现在已有的大模型架构，它还是存在一些瓶颈的。所以就是今年也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一些行业的探索，就是说我们如何将知识图谱实现大模型的一些知识外挂，所以就有了像很多的一些插件能力的，包括 Copilot 的一些这种一些组件化的能力的 API 调用的一些能力等等。它核心点都是想通过知识外挂的形式让大模型更轻，同时给大模型以这种可信可控的一个生成的一个能力。这里面我也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叫 Wolfram。它也是就是最早这个公司也做了很久，它更多的从以前做数学推理，数学那个领域的一些就是数学计算的一些视角去做现实世界的一些符号化知识化。它也是今年 ChatGPT 上一个比较火的一个插件。它跟那个我们大模型那个思路的区别是说，我将更多的现实世界的知识做符号化，然后我提供可信的一个推理的一些能力。所以今年呢，它也是ChatGPT 上比较火的一个插件。它总体上也是说将更多的模型的参数化的知识卸载成外部可形式化挂载的一些外部知识。这样的话，对那种事实类的或者需要长程深度推理的东西，我可以借助外部的工具来完成。然后最近的话，也有很多业界的声音在讨论说，就大模型和知识图谱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促进、相互的协同，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范式。
对，前面就是简单回顾了一下知识图谱，但知识图谱其实它从2012年重新发展起来以后，大家都在去讲知识图谱，但知识图谱它本身做的事情是什么？它要首先要解决领域知识的一个标准化的问题，但实际上就是在过去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知识图谱并没有真正的把知识标准化这件事情带火，即便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但这个也是我们 W3C 一起来发布的。从应该是90几年就开始建设 RDF OWL 做资源描述框架，它是通过三元组的方式来描述现实知识。但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就是这个技术在过去10多年里面一直不温不火的，也就知识图谱12年火了一次，18年火了一次，但这个技术一直没有火。这里面是暴露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包括我们在企业级应用的时候，我们很少会用 RDF。就是我们会拿出来讲，我们出去吹牛的时候，讲技术的时候我们都会讲，但真正做的时候都不做。反而就是2012年以后带火了另一个技术，图计算，图的技术，属性图的技术。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在做技术的标准化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脱离了一些工业实际，或者说过于复杂的话，就是它在工业落地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一些门槛，因为工业应用的时候它是要成本要效益的。然后如果说我要花1年时间学习了一个技术，最后发现我的应用成本很高，所以这个东西大概率就比较难去推。因为那个 RDF 也发展了很多年，它有很多的技术体系，无论它的一个词汇体系，包括技术栈，包括它的一个命名空间，里面还存在着很多的一些不兼容的问题。我这里面也简单列了一下，就是比如说它的整个技术自然之间的一个相互的关联，然后它的一个描述体系，总体上就 RDF 还是面向做这种专家系统或者是。就是做知识交换、数据交换的一些场景的，真正把它用在这种工业级场景下，因为工业级一个典型的问题是说它的数据是杂乱，可能是多元异构的，或者是它数据是非完备的。我们怎么样解决非完备数据集下一个知识构建的问题？这个是 RDF OW 想的比较少的。另外的话，它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被动的接招，就是忽然发现领域里面遇到一些新的问题了，解不了了，然后就可能成立一个新的工作组。比如说像去年还是前年新成立的 RDF Star， 它也是面对一个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常规了解到的图，它更多的是这种 SPO 三元组的一个2元表达，就表达的两个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但是客观世界里面我们就会出现右下角这样的一个图的结构。比如说我去表达某个人在某一个商场去买了某一个商品，比如说我在银泰城的肯德基买了一个深海鳕鱼堡，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多维关联的话，在现有的三元组的方式是表达不了的，所以就会出现了就是它进一步的做这种多元的一个扩展。但是等这个问题我们成立新的标准的时候，企业工业级可能就有非常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替代的解决方案，这样就会导致是说我们很多的标准会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复杂，同时会相对比较滞后。另一个例子呢，也是就是知识图谱一直在发展过程中，你发现用的最多的就是属性图。就是你发现在属性图里面它就特别简单，就是你看现在整个知识图谱的市场或者图数据库、图计算的市场，基本上可能是82分或者91分，8是指的是属性图，1或2可能是那个 RDF 图。你会发现就是真正落的时候 ，RDF 图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瓶颈的。而属性图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简单，也就是它相对于现有的大数据体系的话，它只是完成了一个外键的关系化，我将2个表之间的外键变成个关系，并且关系上可以附加一些属性。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从原来的表模型快速的去升级为一个图的模型。那对于第一是对业务应用的时候，我可以快速的将表去转换成点边的结构。第二，我可以通过点边结构去实现图的计算。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在工业场景里面比较快速的一个落地。OK， 对，这里面我也简单对比了呀，就是 RDF 和 LPG 它的一个特点。其实我把这2幅图放到一起，大家就能感受到这种冲击。左边的话是我们的 RDF 的结构，就是它是过于严谨的 RDF 结构呢，导致或者过于严谨的 SPO 结构导致是各个业务去理解它的时候，包括管理它成本是比较高的。而右边的话就是我们属性图的结构，总体上它很简单，也就是说我定义点边，点的话就是应对我面向对象里面的 class。我把关系生成出来，我定义一些基础的属性，我就可以完成点边构图了。那我就可以做一些深度的一些推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像 RDF 它的应用场景可能还是早期的这种知识交换，它是强语义，而且有非常高的一个门槛。另外像属性图呢，因为它天生是面向知识查询、数据查询而生的，虽然说它是弱语义，但总体它的门槛比较低。那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在工业级落地。那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知识图谱想在工业级更好的落地。
那我们该选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方案？我们蚂蚁呢，也是从19年的时候，刚好知识图谱第2次大火的时候，在18年底开始介入知识图谱，因为蚂蚁的场景更多的是偏金融风控，有大量的一些领域的一些数据的沉淀，包括一些专家经验的沉淀，所以说我们在那个过程中呢，也天然的去选择了属性图作为我们的知识管理的一个框架。对，但是呢，在随着我们的技术的迭代，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就属性图作为知识管理框架的话，它必然会缺失 RDF 所强的一些语义化的一些能力。我们又如何在这种弱语义框架下，既保证它对大数据的有效兼容，又能够去扩展它的那个语义化的一些能力，这是我们去探索和尝试的。对，所以呢，第2部分我就快速的讲一下我们在企业级知识管理里面遇到一些痛点问题。即便是我们选择的属性图，它也不是完美的。你刚才说它缺少语义能力，那我们如何既能够去提升语义的准确性，同时又能把知识管理的效率真正给提上来？这里面我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是说，因为我们那个做知识管理的时候，首先是一个叫面向对象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定义过程，但是我如何定义我的实体类型，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边界和颗粒度的问题的。比如说定一个商户，那商户它可能是有直连商户、间连商户，我可能有滴滴司机，我可能有行商、坐商、电商、小微商户。你会发现现实世界的分类体系它可以无穷无尽的。人我可能有男人、女人，我可能有工程师，有小堂小贩儿。然后可能有演员、导演等等，这种分类体系是无穷尽的。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分类体系完全用于到我们的知识图谱定义中，它也会出现新的维度灾难。对，第2呢，就是说现实世界中的这种高维的表达，是那个也是非常常见的。我表达一个时空的聚集，我表达了一个风险事件，那我如何把这种多维的表达出来？同时呢，它们之间又有一定的一个关联性。还有呢，就是我们做现实世界知识定义的时候，它一定会出现说，就领域的聚集性。举个例子，我们表达一个分子，我表达一个药品结构，药品是有分子结构的，分子里面又有原子结构。那药品可能是由不同的分子组成的，分子由不同的原子组成。那我如果说将一个原子定义成一个 class 的话，最后你会发现我无法区分不同分子之间的一个相互作用。所以说我如何去体现知识的内聚性和知识之间的一个关联性，这个也是和我们软件工程里面叫高内聚低耦合的思路也是一致的。对，另外的话，像我们在知识定义里面也会牵涉到一些属性结构，比如说分类体系，它就是一些属性结构，还有一些业务的 pipeline 又怎么去定义，这里面都是知识管理所要去解决和面临的一些痛点问题。对，第2点呢，就是讲到前面，因为知识定义颗粒度不同，也会出现一些维度爆炸的问题。因为知识图谱它如果要成为一个企业级的一个知识管理平台，或者一个基础平台能力，必然要解决业务的一个持续更新迭代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整个知识颗粒度定义过于琐碎，或者说我不能具备让业务持续演化的能力，最后就会出现左边这种情况，就是虽然说我带来了一个新的工具，我可能会导致新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整个维度爆炸，最后可能带来更多是不可迭代、不可维护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第2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企业里面会构建不同的领域图谱，我们有医疗图谱我们有商家图谱，我们有企业图谱。那医疗图谱和商家图谱之间可能会有医院的一些中间的一些 hub 节点，那商家图谱可能和企业图谱之间有一些企业的一些 hub 节点，人的一些 hub 节点。我们怎么实现跨图谱的融合？毕竟在不同图谱下，它是不同的人去建的，它一定会出现一些语义不对齐，包括命名不一致的问题。但是呢，图谱它有个优势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基于图的，如果说我将任何2个点之间产生互联，它理论上是可以产生传播的。那我又如何去解决跨图谱的一个知识复用和连接的问题？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知识管理里面，我们不可避免的会有这种知识依赖的问题。像我们在现有的大数据架构里面，我们会将所有的属性、所有的数据全部都加工好，但是其实就是知识之间是有之间的一个相互联动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要计算过去90天的 GMV， 那我是如果说我的业务需求是说1天、7天、30天、90天，那我这4个是分别独立加工的，还是说我只需要生产1天的，另外几个可以自动的逻辑衍生出来？如果说我提前生产出来，一定会因为这个任务是不同的人开发的，或者不同时间调度的，它会出现不一致的问题。这个在业务上都会出现一些 bad case。另外呢，可能更严重的，像在风控场景，比如说，如果说某一家企业它发布了一个涉黑的产品，那这家企业需要立即被标注为一个，比如说涉黑企业。
但是呢，在实际图谱的应用中，它可能是2个不同的实体。如果说这2个涉黑的标记是异步更新的，就会出现它已经发布了一个涉黑的 APP 了，但这公司在应用中还是良性的，因为它的更新是需要时间的，这个时间差就可能给这种黑产带来一些空间。同样的，比如说我们去捕获到一些外部的风险事件，比如说央行发布了一个新的政策，我如何将这个政策的信息尽快的同步到它所影响到的行业、所影响到的企业，这里面的话也需要一些逻辑的联动，能让这个数据更新产生更强的时效性、更强的一致性。那我如何将它这种知识之间的一个逻辑依赖和知识管理有效的联动起来，来避免这类问题，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和解决的，是吧？同样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了这种知识的逻辑依赖，其实我们也能做一些自动推理的问题。我举了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去问窦靖童的爸爸的前妻的前夫是谁，这是从公网找的一个 case 啊，这也是之前的，就是说，但是我们在建知识库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把所有的正向边、反向边都建设出来 ，A 和 B 是父女关系 ，B 和 C 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这种关系都建立起来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你会出现新的维度爆炸的问题。但是呢，我们通过知识图谱的一些符号逻辑的方法，我可以去建立他们之间的一个逻辑链，有前妻和前夫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在什么条件下，就是女儿和爸爸之间是存在一个逻辑依赖的。如果这些逻辑依赖我们能够建立起来，其实它是能够实现有效的一个规则传导或者知识传导的，那我们就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动的推理。当然这些的话只是我做符号化的表达，那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跟我们的一些 AI 的模型去结合，这样的话就能让它的泛化性会更好。这时候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总体上呢，就是知识图谱在过去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大家对它的一些期待已经是不是简单的一个3元组的点边的结构去描述它，而是说他希望真的把现实世界的数据做知识化的表达，能够真的是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有效的刻画。所以你发现我们对它的一个期待也会越来越高，从原始的这种3元组的结构到时空多元的事件表达，再到基于它去做知识的分层，甚至是说基于它去做一些知识的互联，包括知识的一些逻辑的一些推理等等。而这些期待范式下呢，也面临我们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有这些期待，但是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对知识的理解都不一样。现在如果说我们问什么叫知识，这不见得每一个机构都能回答得很清楚。但是知识图谱作为一个技术范式，如果说我们都回答不清楚什么是知识的话，你就会出现各个企业对知识的定义和理解都不一样。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形成社区的合力，形成我们这种技术上的就是一个，或者是我们期望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嘛。大家可能大多数的企业都是在做一些0到1的一些事情。对，所以第3部分呢，我就讲一下我们目前正在跟 OpenK 机器合作的，就是怎么样在属性图之上做语义的增强，实现企业级的知识管理，来定义清楚知识的范式是什么，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然后在讲这个框架之前呢，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什么叫语义增强，以及什么叫知识。对，就是说左边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点边构图的一个表结构增强的一个属性图的结构。然后右边的话就是说，我们通过它对我们所有的要素、对所有的主体做语义标准化之后，你发现它能产生更多的有效的关联。也就是说，在左边那个图里面，我每个点边我都要去显示的构建，而右边的话，我只需要对 weighted 这一个已经事实的关系做一个构建，其他的话我只需要做领域知识的一个标准化，它就可以做自动的一个知识的关联。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点是说，其实我们通过语义增强，可以帮业务发现更多深层次的一些上下文的一些语义关联。通过这语义关联的话，我可以去帮助它去发现更多的有效线索。而这种的话，它就可以用到推荐的场景，甚至可以做一些，比如说风控里面的一些团伙聚集，我可以根据它的位置，根据它的一个分类，根据它的职业标签等等，我做一些深层次的一些语义关联，发现更多的一些有效关联。然后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对知识也做了一个定义。既然刚才也讲到，我们去做知识，那我们就要讲清楚什么是知识，知识怎么做形式化表示，以及知识怎么做到可迭代、可编程。我们对它做了一个3个定义。第一个是说，每一个知识它必须有明确的领域类型。那对应到我们的计算机的术语里面，它必须有 class， 也就是任何事物它没有一个分类的话，它是不成立的，是吧？那桌子有桌子的分类，人有人的分类，苹果
它有苹果的分类是吧？就是苹果在不同的语境下，我可以它的 class， 如果说它是一个电子产品，那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我说那个它的 class 是一个水果，我也知道它是什么。如果说它没有 class 的时候，它只是一个 literal 的一个文本，没有任何的语义，所以我们对它定义是说，第一，它必须有明确的类型；第二呢，就是说在每一个明确类型下的每一个事物，它必须是唯一的。就是我们在数字世界里面，可能对同一个事物有很多种不同副本的表达，甚至有这种不一致性。但是在现实世界，每一个事物都是唯一的，我们不存在一模一样的两个不同事物。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明确定义，是说在数字世界，我们也期望去实现每一个事物的唯一性表达。那这里面就会牵涉到一些我们的一些 NLP 的技术，包括知识对齐、知识融合的技术，来实现这种多元预构或者说差异化数据的一个对齐。第三个点的话，就是说每一个知识它必须是语义明确的，但这句话说起来可能会比较绕，用另一句话来讲就比较容易听的，就比较容易解释，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孤立存在的事物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说这个事物和其他的事物发生关联，它才是有意义的。而这种关联在我们图谱的语境里面，我们把它定义成是它有充足的画像或者说关系属性的描述，对吧？比如说我刚才讲，假如说我说苹果。那你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再加一句是说它可以吃，哎，你就知道它大概率是一个水果，类似这样。只有说你把它的关联信息表达的越来越清楚，它的整个知识体系或者它自己自身的这个语义信息也会更清楚。但总体上呢，我们也是对它做了3个定义，而我们整个 SPC 框架呢，也是围绕着3部分。至少目前我们对它定义来说，我们认为它是完备的。但是只是说我们在落到一些具体细节上，还有很多要持续迭代优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这3个方式呢，来定义我们的整个知识表示框架，来定义它和大数据体系的兼容，以及来定义它怎么样去做一个有效的迭代和更新。OK， 所以我们就围绕那3个点。第一个点是说，我们知识必须有明确的一个类型分类，那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一个叫类型和实例的一个范式。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结合着我们在企业级的应用，我们对知识分成3大类，其实也是为了简化，因为 RDF 里面可能有更多的分类，但分类越多的话，人的学习成本就会越高。但总体上我们会按照第一个是说跟业务决策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叫 To C 的应用和 To B 的应用。那 To C 的时候，我们要面向用户去做决策 ；To B 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面向企业商户做决策。但这些决策的话，它有非常丰富的画像的表达，以及它有业务决策的一些 VEID。然后这种呢，我们把它定义成业务的实体，而且在金融场景下，它又是一个隐私安全敏感的。然后第2类呢，就是事件，概念我先不说。事件的话，就是指的是说我们的一些具体的风险的行为，或者说我们的一个用户的一个 action， 或者就是在 RDF 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具体的谓词，我吃了饭，但是呢，就是我吃了苹果，我只是描述吃了苹果这件事情呢，可能就它的语义是很单薄的。那我要告诉他说我在微软亚太研发中心吃了苹果，或者是说我在今天午饭前吃了苹果，其实它都是表达的一个事件。但是呢，我基于三元组的方式的话，我就很难将刚才另外2个维都表达出来。那我们如何定义这种事件的这种高维的表达？那我们需要在原有的三元组的体系下去加入一些时间空间的表达。回到我们金融场景的话，因为金融场景它更需要感知外部的风险事件，比如说行业的一些政策的变化，然后央行发布的一些新规，包括一些企业的风险事件，比如说高管出逃了等等之类的，甚至是说企业发布了新的研报，而这些里面它所隐含的一些风险信息如何抽象出来，并且如何及时的传导到业务，其实都是事件模型需要去解决的。总体上，所以它就会加入很多这种时空的多元化的一些表达。第3类的话就是一些概念，所谓概念的话是我们的一些通用的常识知识，也就是落到一些具体的分类体系啊，比如说用户分类、企业分类、事件分类、行政区划，包括品牌等等，这些的话它是不和任何业务强相关的，它具有非常强的跨行业通用性。同时呢，这些属性这些概念呢，它也可能是某一些具体实体或者事件的取值的范围。所以呢，我们把这种相对静态的知识定义为概念，它也是表达无论是实体还是概念，从这种具体到一般的一个归纳抽象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知识的分类上，我们大体上是分成这3大类，总体上也是由动到静，事件、实体、概念是相对动到静的一个分类方法。另外，它们之间有彼此的一个互联。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去指导业务的一个领域的一个知识建模。
OK，我们对知识分类呢也给它定了一些形式化的表达，也就是无论类似于我们的，比如说那个机构它的一个 DDL 的表达，或者是一个我们面向对象的这种 class 的表达，让我们对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形式化的表示。我们告诉他说，用这种方式你可以定义实体，用这种方式来定义事件甚至概念。但是在这个定义过程中呢，有显著的不同，就是我们在定义属性类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数据库里头更多的是选择文本、多点数、整形。在这里面，我们更多的鼓励业务去选择它的具体的领域的类型，比如说，叫 shop category， 你就选择一个具体的 category 的一个类型，然后你选择它locate at， 你就可以选择一个具体的行政区划的类型。这样的话，我们就确保我们在选择每一个属性或选择每一个实体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具体的领域的分类。也就回到我们最初说的，就知识图谱的叫 thing is not string。它就是我必须是一个明确的事物，那无论刻画这个实体的任何一个维度，我们都尽量的把它事物化，把它类型化，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另外的话，也有一些图谱的一些内置位词的能力，来方便这里面做一些语义的一些标准化。我就不一个去展开去讲。对，但这里面还有个特殊的，像概念，像前面我们讲实体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图的结构，像概念的话，它就是一个树状结构，也就是在知识图谱的知识管理里面，它是不全是这种点边的构图，它可能是 graph 加 tree 的一个结合体，甚至还有更多的一些结合，这个我们也在持续的探索。OK，第二点呢，就讲到说我们知识一定是唯一的嘛，但是面向工业级落地的时候，你发现知识大概率是不唯一的，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副本，很多的重复。那我们要解决从数据到知识迭代过程中它的一个归一化的问题，所以我们提供了一套可编程的框架，基本上我们可以用 Python 的方式去定义它的一些链子的算法，定义它的一些归一化的策略。那我这里面举了个例子，比如说我存量图谱里面可能已经有一个叫摊鸭血老火锅成都银泰城店这个实体了。我新增的一个 ODPS 或者我们的一个表的数据源里面，它可能有个新的，那我怎么样去完成它的刚才讲的属性的标准化以及实体的标准化，甚至是找到存量图谱里面是否有一个已经存在的，那我们会分别定义它的一些标准化的算子和它的实体的链子归一的算子，通过这种方法让这个数据持续的迭代，能够提升它的一个归一化水平。因为我理解就归一化是我们的目标，在数据体系里面，它可能要经过很多次的迭代，才能逐步变得更加的标准，更加的干净吧。对，这里面就是我们也是去发布了具体的编程的框架和编程范式，它可以怎么样去绑定一个具体的类型，无论是绑定它的刚才讲标化算子、链子算子、抽取算子等等，我们通过前面的对这种非结构化的处理，然后一步一步的得到一个结构化的表达，另外借助算子体系，最后得到右边的这种知识三元组或者知识实体关系的表达，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逐步的从数据体系升级到一个知识的一个表达体系。下一块的话就讲一下就逻辑符合，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说图谱它有一个优势是说，因为前面讲的它是一个图的结构，那如果说实现两个图的互联，我们理应可以做到跨图的一个传播，跨图的一个计算。这里面也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业务启动的时候，我可以通过点面互联快速的引用另一个图谱的数据，来减少我做数据冷启动的成本。因为在现在的数据体系下，我每一个业务去做数据或者领域模型构建的时候，我基本上要将自己所需要的数据全部都准备好，这个成本是很高的。那图谱它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连接不同的领域数据，那我让各个领域数据准备的成本更小。那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就可以做到是说，我能让你做到一键互联，在不做任何数据拷贝的情况下，你只需要获取到对方的数据授权，你就可以复用对方的数据。这样的话就能够极大的减少数据的构造和准备的成本。这个其实也是Data Fabric 它力吹的一种模式，就 Gartner 在 Gartner 2021年的白皮书里面也讲到，就是知识图谱它能够有效的连接数据孤岛，减少下游 AI 或 BI 应用的数据准备成本。同时呢，就是它能够最小化的做数据拷贝，最大化的做知识的一个复用，这本质上也是讲的类似知识融合的一种能力。OK，第三块的话就讲一下位词，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无论是做知识的迭代演化，实现它的归一化，还是实现它的分类，它本质上还是在现有数据体系下里面去做迭代传播。但是逻辑它本身是可以解决知识可推理的问题，因为你只有了位词体系，它才可能建立任何两个对象之间它们之间的一个语义的关联，我就可以产生由此及彼的一种风险的传导或逻辑的传导，是吧？比如说我们可以
定义像我们在业务应用的时候，像我前面讲到一个例子，比如说爸爸和女儿是互反的，那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是什么？在现实世界，我们知道爸爸和女儿是互反的，那我知道有爸爸可能就有儿子或者女儿，但是我们怎么让机器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就我需要让机器理解，因为知识图谱它是一个符号化的表达，那我只有让机器理解了我说的话，它才能帮我做事情。当然，现在大语言模型它通过神经网络的方式也建立了一套认知体系，但是它总有弊端，大家也看到了，在一些深层次的长程推理上，还有一些事实回答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那知识图谱作为一种符号化的表达，怎么样有效克服大模型上的弊端？它依然要建立符号之间的一个语义关联，只有这样的话，我才能做到它的符号是可传导、可推理的。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符号逻辑，而且符号逻辑也是现在知识图谱社区比较火热的一个研究方向嘛，因为我们只有通过符号逻辑才能建立这种复杂的长程的逻辑上的一些关联。因为在业务的实际应用中，就它不仅仅是有这种点边的结构，像我们会有大量的专家经验，是吧？比如说我们在保险领域，我要判定某一个理赔是否可赔，好，那我怎么判断？它是有一套专家规则的等等。那我们需要对它做一个符号化、一个知识化的表达，来建立它们之间的语义的关联，这就是我们符号逻辑需要去解决的问题。OK， 通过那个知识符号化呢，我们就可以建立刚才讲到知识之间的一个逻辑依赖，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知识的分层。第一是说基础的原子性的知识，我可以放到更底层，而那些通过原子性的知识的组合做逻辑衍生的，我就可以进一步的向上的去做它的一个分层，通过衍生的方式，通过逻辑传导的方式去实现，这样我就可以避免对数据的一个重复的拷贝，减少这种数据的一个不一致性。最后呢，业务它可以通过依赖我们定义的这种逻辑规则，或者是底层的一些事实性知识，就可以完成最后的业务决策了。对，同样的就是我们既然能够实现逻辑规则的知识化，我们也可以通过知识的依赖来建立它的一个逻辑知识链。比如说我们在做业务的规则管理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端到端的规则，你知道规则系统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说我们能实现规则知识化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规则复杂度，实现规则的一个复用。比如说我写了一个涉黄用户，以前我可以写一个端到端的，现在我就可以定义成2条规则。第一个是说凌晨交易频繁，它是一个单独的规则；第二是说单笔交易金额高，那我就可以实现这种规则的组合，来衍生出一个新的规则。那通过这种规则之间的一个相互依赖呢，它也可以形成它的一个知识链，既保证了规则的一个有效的管理，同时又能够就是让规则之间产生彼此的一个传导。另外呢，就包括我前面讲到的多分类的问题，我们也是通过逻辑符号的方式来表达的，来有效的降低那个因为颗粒度过细导致的知识分类这种爆炸的问题。但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展开去讲。OK， 所以呢，就是我们回到我们 SPG 上，就结合着我们前面对它的一个知识分类、那个知识的一个可编程，包括逻辑符号的一个定义，我们就可以让现在大数据体系通过 SPG 的框架，一步一步的从数据演变成知识。右边的话就左边那个大家看到是左边这个边的话，就是我们它能够和大数据体系做一个有效的兼容，去来定义它的实体关系。我们通过对它的领域的模型的标准化。通过我们的一些知识叠的演化算子以及逻辑符号，逐步的把它的语义做得更加的完备。另外呢，当我完成它的一个逻辑符号为此语标准化之后，它就可以成为机器输入的一个有效的一个符号化的表达，它能够让机器理解我们定义的知识。所以这块呢，我们也在做一些探索，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知识符号表达喂到我们的大模型里面去，形成前面讲到的知识和大模型它们之间相互联动的一种范式。另外呢，就是无论是做符号学习还是做知识注入，它都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范式，能够方便那个模型的理解。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左边能够更好的去和大数据去衔接，右边的话，会能够更好的和我们现在深度学习，包括大语言模型去做一个衔接。这块呢，就是现在我们也在做一些加速的研发，包括我们也在和社区做一些整体的一个探索。我今天主要讲的大概是这些，那个因为时间关系呢，可能很多点也不好去详细去讲。然后，我们现在整个 SPG 呢也在跟 OpenKG 这边做一些社区的合作。然后我们应该是像前面几位老师讲的时候都有新的东西发布，我今天是来预热的，所以我们这个可能是到8月份之后会有陆续的一些东西出来。其中8月份我们会在 CCKS 上有一个发布，
到年底的时候，我们也会在 CNCC 上有一个新的发布。我们也期待就是通过 SPG 能够真正就是站在工业视角建立一套知识图谱的一个语义框架，能够集各家的力量，是不是说可以在知识图谱标准化上能够往前去推进一步？这块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努力。好，谢谢。在我们 RDF Star 工作组看到你的参与和贡献，谢谢。